魏无羡也不瞒他，直接说了做梦看到的。蓝忘机，魏无羡见他一脸不相信的模样，就叹了一口气。我知道这种事情说出来也没人相信，但我是真的是睡觉的时候做梦看见的。蓝忘机果然像其他人一样，以为魏无羡还是像平时一样拿他们开玩笑，他也没有说什么，又继续埋头写作业了。别说几句又不理人了呀。你看看我，我是说真的，真没骗你们。魏无羡见蓝忘机不搭理他了，他只好仰叹一声，道：哎，我知道这种事情太诡异了，换我也不信。哎呀，不说这个了，我说蓝湛，这都已经5点了，你行行好，放我回去呗。蓝忘机没有理会他，继续写着作业。我知道你趁我睡觉的时候偷看我的，别不承认，我全都看见了。魏无羡指了指自己的眼睛，道：向来不开小差的班长，居然也会上课走神，说出去之后，你的好学生形象可就没喽。蓝忘机终于忍不可忍，他紧握着手中的笔，怒瞪着他：别这么看着我嘛！魏无羡立刻投降，无辜地举着双手道：你听听我说的对不对？当时我把书竖起来挡着我睡觉，不被蓝老头发现，你过了一会儿才转过头来看我，然后感觉到有风，你就瞥了一眼靠窗的那家伙，示意他把窗户关起来，生怕我着凉。后来蓝老头就发现我睡着了，我说的对不对？蓝忘机的呼吸都急促了几分，手中的钢笔都险些被他捏变形。魏无羡瞄了一眼，立刻怂了：别这么生气嘛，我就当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也放我回去好不好？你看看外面，天都要黑了，走夜路多危险啊！大家都早点走不好吗？是挺好的。突如其来的声音引起了魏无羡和蓝忘机的注意，只见蓝曦臣站在教室门口，一脸微笑着看着两个人之间的互动，笑道：蓝老师让我来跟你们说一声，让你们先回去，校规的事情明日再教。魏无羡听了之后，脑袋上的呆毛立刻竖了起来，接收到了信号，他飞一般的收拾了书包，奔到门口，走的时候也不忘和两人打招呼：曦臣哥，蓝湛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，不，晚上见。说着，魏无羡直接跑没影了。蓝忘机不知道他口中所谓的晚上见是什么意思，蓝曦臣倒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无羡他果真是活泼开朗。哼，轻狂，收拾一下吧，晚上叔父那边有一顿晚宴，让我们务必到场。好。魏无羡刚到家就立刻把书包扔到了沙发上，家里乱作一团，他却视若无睹地直奔厨房，打开冰箱门，猛地灌了几口冰水，他极为畅快地叹了一口气，像是活过来了。他手随意地用衣袖擦去了嘴角的水渍，他关上冰箱，看着箱子里仅剩下2桶方便面，一脸惆怅。下次还是在家做饭吧，不然真的要被饿死了。可回想起自己以前一个人在家做饭，差点引得楼上下的邻居报警，魏无羡想了想，还是放弃了自己做饭的想法，还是认命地拿出了1桶方便面，随意地用温水冲开，然后囫囵咽下。魏无羡的爸妈早在他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死了，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孤儿。好在江城的爸爸江丰眠是他爸妈的好友，平时的生活开销上都有他的接济。江丰眠曾提出让魏无羡搬到他们家去住，但魏无羡却婉言谢绝了，自己独住在这个老小区里，一个人活得逍遥自在。1桶方便面很快就被吃完，魏无羡艳足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觉得无比舒畅。他脱下了校服，顺手把几件他扔在地上的衣服捡起来，一起扔到了洗衣机里，自己去洗澡去了。可等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，洗衣机居然没有运作，再一看，魏无羡顿时无语。他刚刚没有按开关。对于这种事情，魏无羡向来不管，他按下了开关后，听着洗衣机运转的声音，忽然困意上冲，他打了一个哈欠，懒洋洋地走到了一堆杂物的沙发上，径直躺了上去。实在是懒得睁眼了，魏无羡闭着眼睛随手摸着，想要找靠枕小睡一会儿，可他没摸到靠枕，手上的动作早就停了下来。再一看，魏无羡已经睡着了。魏无羡感觉相对于家里的安静，现在自己周围好像吵闹了不少，他的起床气也开始上冲，原本想要抬手散开周围的声音，但他一睁开眼，顿时蒙圈了。我这是在哪呀？周围的人都是无比的陌生，但他看得出来，
自己似乎在一场宴会厅上。魏无羡看了一会儿，弄了半天都不知道这里是哪里，也觉得这里好像有点意思，也就干脆找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看着，就差给他一个座位，一桶爆米花和一杯可乐，让他好好的享受这一场电影。可在这人群中，他很快就捕捉到了一道极为熟悉的身影。咦，蓝湛！魏无羡立刻就没有看电影的意思了，他急忙跟了上去，顿时眼前一亮。蓝忘机没有穿平时上学时的蓝白校服，而是穿着一身笔挺的白色西装，不知道是不是气质的原因，魏无羡觉得这身衣服就是专门为蓝忘机定制的一样。不同于寻常的蓝忘机，平时的他都是面无表情，而今天却在看到两位爱人相牵相拥时，他的脸上居然出现了一丝柔和。魏无羡揉了揉自己的眼睛，恨不得用放大镜去看蓝忘机的那张脸。我没看错吧？刚才蓝湛是不是笑了？可惜蓝忘机似乎不给魏无羡第二次看他的机会，脸上的那抹温柔瞬间消失。魏无羡大失所望，这小古板也真是，人家结婚你都不笑一下，整天板着这张脸，你累不累啊？蓝忘机转身面对魏无羡，这把魏无羡吓了一跳，他往后退了2步，生怕蓝忘机会注意到自己，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忘机，等下便要抛捧花，阿姨希望你能参加。蓝曦臣看着蓝忘机那张脸，突然笑了，是不是在想着他？魏无羡顿时来了精神，想着谁？蓝湛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喜欢别人呢？不对，蓝湛这个人最刻板手里，他喜欢的那个人多半不知道蓝湛喜欢他，等明天到学校，一定要问个清楚。蓝忘机微微低头道：没有。蓝曦臣笑了笑，也没有多说什么。到了抛捧花的环节，蓝忘机果然是来到了现场，但是在10几个年轻女孩中，只有他一个男人站在那里，像木头一样站着，浑身紧绷，周围的女孩们都没有感受到他的存在，硬是等着捧花落在自己怀里的那刻。魏无羡却在一旁笑得灿烂，他捂着肚子笑得不停，他看着蓝忘机不知所措的面庞，又见他万花丛中一点绿，实在是觉得他这副模样好笑到不行，可惜他身上没带手机，不然拍下来，明天到学校给他看他当时的模样。新娘在音乐的伴奏下缓缓前进，他笑着看着底下的几个年轻人，忽然灿烂一下，只见他干脆利落的转身，手中的捧花随意的往后一抛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了蓝忘机的怀里。不仅蓝忘机呆住了，就连梦境中的魏无羡都愣了一下，很快就笑出了声来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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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蓝湛，你这什么运气？看来下一个要结婚的人就是你呀！作为你的同桌，你的婚姻大事包在兄弟我身上了，保证让你娶到媳妇，到时候你的孩子可要叫我干爹啊！